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思维工作室。我们是一个注重实践、追求卓越的频道。通过我们的内容，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逆向思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思考方式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，发现别人没能看到的东西。现在，让我们回顾这两个故事。在第一个故事中，有一位女士在逛商场，不小心被偷了手机，她非常焦急。幸好路过的一位朋友得知情况后，很镇定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开始传简讯给丢失的手机道：姐啊，我刚在超市找不到你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你今天要用的3万现金，我放在超市寄存箱 A09， 密码是1881，拿到钱后回讯息给我。不久之后，小偷就主动上门归还了手机。如果你也遇到了丢失钱包和手机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可能会去找保全，查看监视器，看看是谁拿了你的东西，试图找到偷东西的人。但如果你采用逆向思考，不是想着自己现在需要什么，而是想着小偷现在需要什么，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。在第二个故事当中，哈桑不小心丢了借据，按照一般的思维方式，他会感到很紧张，因为他无法证明商人向他借了多少钱。但他的朋友纳斯列金告诉他，你可以给这个商人写一封信，让他到时候还你2500元。哈桑很困惑，我丢了借据，我要求他还2000元已经是个问题，我怎么可能向他要2500元呢？尽管哈桑还是很不理解，但他还是照办了。寄出信以后，哈桑很快就收到了回信。商人在信中写道：我向你借的是2000元，不是2500元，我会还你。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哈桑借据法则。哈桑利用逆向思维，让商人再次写了一张借据。逆向思维是非常强大的一种思考方式，因为它能够揭示出别人没有发现的事实和资讯，而这些资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事业。如果你想成为优秀的思考者，那么逆向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技能。透过逆向思维，你可以发现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答案和解决方案，成为职场或生活中的出色表现者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每周都会与你分享一些有关于成长、思考和个人发展的最佳秘诀和经验，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你是否常常抱怨时间不够用，钱不够花？让我们用逆向思维来看看这2个问题。正向思维是如何增加时间，例如睡眠时间减少2小时，但实际上仍然会被事情塞满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压缩工作时间一半，如原来10个小时变为5个小时，我们仍能保证完成工作吗？当我们开始减少事情的数量时，才能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并按优先级排序。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所有时间管理书籍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增加时间，相反的，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事物。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。The One Thing 这本书提到了一种方法，即删去所有不重要的事情，只保留3个，列出每个月最重要的3项任务，然后将其拆分为每周每天最重要的3项任务。这符合帕雷托法则，而且3件事情不需要记录也可以记得住。这里提供5个锻炼逆向思维的方法。第一个，缺点利用法。缺点利用法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思考方式，强调将缺点转化为优点，寻找问题中的机会。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，我们不再将问题视为一种障碍，而是把它们当作可以挖掘的资源。例如，许多人在拍摄集体照片时都喜欢倒数3、2、1，但在数到1的瞬间，有些人会不自觉地眨眼睛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有人提出了一个另类的想法，在数到1时，让所有人都闭上眼睛，然后再一起睁开。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效，因为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没有一个人眨眼睛。这也是缺点利用法的一个典型例子，透过直接利用已有的缺陷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第二个，心理逆向法。曾经有一则关于马铃薯传入法国的故事。当马铃薯首次被引入法国时，法国的农民们并不情愿种植这种陌生的农作物，然而
有一位聪明人想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来改变农民们的看法。他在各地种植马铃薯的实验田边部署了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日夜把守。农民们看到这一幕，便认为这种农作物一定是非常珍贵和有价值的。于是他们偷偷地溜进实验田，把马铃薯偷回家种植。逐渐的，马铃薯成为了法国农民广泛种植的一种农作物。当我们面临问题时，往往会直接寻求一般性的解决方案，但逆向思维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，采取相反的策略，却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人类的心理永远是这样的，一切禁止都意味着加强。许多悖论性的心理法则似乎也在间接地证明逆向思维的存在。贝克法则说，你所能提供的东西，你一个也不要。贝克法则告诉我们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不主动提供东西，可能更有利于获得更多。伯肯法则说，剧场里越不靠近通道的座位上的观众来得越晚。伯肯法则则提醒我们，在选择座位时，靠近通道的座位可能会被拖延的观众占据。格里森法则说明了极小的洞也终将将最大的容器留空，除非它是故意用来排水的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又会堵塞。贾斯特法则说，车越破，开得越疯。这指出，驾驶越疯狂，车越容易出事故。梅尔法则说，要不是最后1分钟，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。韦伯法则说，如果你顺利地找到停车的地方，那你就会找不着你的车。这些心理法则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思维的复杂性，提醒我们在处理问题和与他人互动时，要保持灵活的思维方式。第3课，属性逆向法。物品的特质具有多面性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件事情，会获得不同的性质。就像一块宝石，从不同的角度欣赏，会呈现出不同的美丽。正如钱钟书所说，以酒解酒，以毒攻毒，斗然斗奇，因语摄因，蕴含着巨大的矛盾性。彼得·诺顿是一个成功应用逆向思维的人，他曾以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的电脑软件，被称为恢复删除的软件。他运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来解决被意外删除的电脑文件的恢复问题，这对于很多电脑使用者来说是噩梦。但诺顿转而将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作为他的创业机会。在诺顿的思考中，进退、出入、有无，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新的统一和转化。他的逆向思维让他把妄想变成了现实，因为他发现物品的特质往往是多相位的，只要能以不同的角度观察，就会有不同的可能性。第4个，抓住人性特点。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智慧的故事。一位老大爷喜欢安静，然而他家门前总是有吵吵闹闹的小孩，让他无法享受宁静。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，用糖果来感谢孩子们给他带来的热闹。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孩子们感到开心，老大爷也开始习惯了这种热闹的氛围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大爷给孩子们的糖果逐渐减少，最终变成了没有糖果。孩子们感到失望和生气，孩子们生气地表示再也不要为老大爷带来热闹了，而老大爷也恢复了他的安静生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心理往往是矛盾的，禁止总是会加强，珍惜的东西常常被人轻视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学会感恩和付出，用简单的方式去改变和影响身边的人。第5个，心理逆向法。心理逆向法是一种探究对方思想的方法，它能帮助我们跳出自身的局限性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。在逆向换位法的基础上，心理逆向法更要求我们让对方跟随我们的思路，做出我们需要的选择。这听起来很难，但只要我们不断训练自己，琢磨对方的思考路径，并逆反其逻辑，就能掌握这一方法。想要了解心理逆反法的原理，可以看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。1953年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，赫鲁晓夫在一次共产党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。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那时候你在哪里？”这个问题直接挑战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能力，他必须回答。
如果他选择回避，那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懦弱和自私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需要用某种事实告诉众人，他现在的行为是在实实在在的纠正错误。与此同时，他要让众人理解并默认他不能更早地做出纠正的原因。他必须设置一个必然的2选1，让众人只能做和他一样的选择。他决定让大家切身体会这种感觉，明白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于是他拿起纸条，大声念了一遍上面的问题，然后望着台下说：“这是谁写的纸条？请你马上站出来，走上台。”但是没有人站出来，会场一片寂静，所有的人的心都在砰砰地跳，不知道赫鲁晓夫要干什么。写纸条的人更是忐忑不安，懊悔不已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如果赫鲁晓夫真的要查，他就会被找出来。但是赫鲁晓夫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这就是斯大林的错误。他们一直在追求必然的2选1，他们用恐吓和威胁来控制人们，这是绝对不能再发生的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这个故事展示了心理逆向法的原理。赫鲁晓夫选择了跟随对方的思路，并且从这种负面情况中找到了转机。他掌握了问题的控制权，通过让人们感受到恐惧和威胁的方式，让他们了解到必然的2选1是错误的，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。在逆反中获得控制权，才是心理逆反法的真正含义。当然，这种方法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都适用，在某些情况下，选择回应或不回应才是更明智的选择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够灵活应用逆反思维，跳出自身的框架，去理解对方的思考模式和行为，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，并且更好地与人相处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以及订阅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